大家好，我是大伟。肠胃不好的人群非常的多，特别是人一旦到了中年以后啊，这个肠胃蠕动的能力啊就会减慢。那么之前如果有一些保养基础或者喜欢运动、喜欢散步的人啊，他的肠胃功能啊可能还是不错的。但是如果说你之前啊也没有什么运动啊，平常身体体质啊可能也是偏寒偏阴这种状态的，那么这个时候啊可能就会出现了啊肠胃蠕动变慢啊、消化不良啊、打嗝、嗳气、胃胀、腹胀啊，甚至出现了一些便秘这样的情况。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做呢？大伟教你一个简单的方法啊，这个方法其实每个人都能做，而且对于中老年人啊特别的好，就是我们要把我们的手腕啊给这个用好。手腕上面什么呢？比如我们大肠经、小肠经，对不对啊？这两条经络，那我们怎么做呢？我们就是很简单的，大家看好啊，这个手啊交叉，那你看交叉对在一起以后，我们去做一个上下的这个搓动啊，就是两个手，你看，就是我把动作做大了呀，就这样搓啊。搓的时候注意一个细节，就是连搓带滚。你看我这个下面的这个手啊，它是往上下动的，我手腕不动啊。上面的这个手呢，就靠近自己身侧这个手啊，那我就要去滚动。你看这样去搓，这个搓是什么呢？就把我们的大肠经、小肠经啊都给它刺激了啊，给它做个疏通。这个动作非常的好。你看这个动作，你看就平常。你要感觉吃完饭了啊，感觉想要帮助自己消化一下嘛，你就把这个动作做一做啊。做的时候注意一点啊，就是说不要太用劲啊，太用劲了以后啊，皮肤比较嫩啊，容易这个磨伤啊。我们可以上点这个润肤乳在手上面，去这样做一下。那么这样滚多久呢？我们可以滚一个30下到60下左右。你感觉这个手腕感觉有点微微的发热了，有些微微的小刺痛了我们就停止再交叉。再交换过来，再来回的做啊。做的时候记住它这个上下的概率，这个是不变的然后你在做的时候，这个手加点滚动的这个动作就这样去做然后做完以后再交叉，你会发现就是比如说我这样算一轮，对吧？你2到3轮下来以后这个肠胃也就开始咕咕咕开始叫了这个方法呢是非常简单也非常方便，你就坐在这边就随便动一动就行了大伟讲的呢就是比较细，动作呢讲的时间也比较长。那么如果你学会了这个方法，也可以把这个方法分享给身边的朋友分享给家人每天做一做健胃健脾，让自己的这个消化肠胃变得更好一些。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我是大伟，大家关注我的视频，点赞评论加关注，每天分享一个有价值的养生小动作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便秘的人群非常的多，便秘呢它是一个难言之隐，你也不好意思去跟别人讲，而且呢便秘产生的痛苦只有自己知道。第一个就是容易腹痛腹胀第二个嘴巴里面有股味道，特别是中老年人年纪大了以后就特别容易上火，一上火了以后它就会加剧了这种便秘的一个表现。那么对于便秘中度和轻度的大伟给大家支个招。之前咱们拍过一期视频，但是问的人也比较多，咱们今天重新给大家讲一次。手上有一个位置，这个位置非常的神奇咱们只要在上面揉一揉，一般来说1分钟到1分半钟，你就会有想上厕所的感觉。怎么去做呢？其实非常的简单就是把我们的这个手卡住咱们的手腕就卡住。两边就是我手指的这两边，把它卡住这个手腕处，然后我们去转手腕和转我们的一个手指就给它转，来回的转，两边转。卡的时候呢，这个力度你不要非常的用劲，适中的力度，然后你要感觉这个力度能渗透到里面然后我们开始转。一般正常就转一个1分钟到1分半钟。体质敏感的人可能30秒你就有想上厕所的感觉了，就是这么快。当然如果说你是这种很重度的这种便秘那你这个方法呢可能对于你来说不灵，但是大部分人还是比较有效的用起来还是比较得心应手的咱们就做，然后转转的时候呢，你选择的手势就是说你找一个舒服的位置只要转就可以了。手腕一边转两个手腕一起转，就来回这样滚就可以了。这个方法既简单又实用，你就把它记在脑子里面。如果哪天上厕所上不出来了，你就试试这个方法，保证一试一个准那么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希望这个视频能给大家带来帮助，也希望大家可以把这个视频转发给身边的朋友和家人，让大家一起受益。我是大伟，大家关注我的视频，点赞评论加关注，每天大伟都会分享一条有价值的养生小视频，谢谢大家。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排出宿便改善便秘的一个非常有效的方法。那么这个方法呢是由世卫组织提供，就是说
每天我们只要走1万步，就可以充分的刺激肠道的蠕动改善我们便秘的情况改善我们整体的健康。那么为什么走路对肠胃能带来这么大的益处呢？这源于我们人体的一个力学原理。当我们走路时，一只脚沉地的时候，另一只脚会处于一个悬空的状态。那在这个时候呢，咱们身体内部的一块肌肉叫做腹横肌会充分的收缩，保证我们的负压维持在一个稳定的情况。这样的话，我们的脊椎才能得到充分的保护。那么也就是这么一瞬间，它的这个里面的收缩压就会对我们的肠道起到一定的刺激。那么同样的手法揉腹保健操我们之前讲过的，也是基于这样的原理。但是1万步对于大多数人来讲的话，有时候不太现实，走路时间太长了，所以我们利用这个原理把它充分的改进一下，就可以起到快速的效果。那么我们来试一下。首先先讲一下我们的手法。我们的手法呢，2只手分别放在肚脐两方，我的肚脐在中间，我把它放在两方。那么我们的右手呢是顺着我们的肠道组织往上推，左手往下推推的时候千万不要直上直下的推要做一个旋转样旋转样。大家看一下这个旋转样螺旋样的一个推法。那么在推的时候呢，它是充分的可以刺激到我们的肠道，但是这还不够，我们要怎么做？我们要去利用走路原地踏步把腿抬高，尽量增加我们单腿支撑的时间，充分的利用肌肉去刺激咱们的肠道。那么我给大家演示一下怎么去做。抬腿，对，左右抬腿，然后抬腿的时候，我们的手注意我的手，这是我的右手，这是我的左手，右手一定要往上推，左手要往下，它的弧度一定是有讲究的大家千万不要这样去做，这样做就没什么效果了这个弧度很有讲究，知道吧？因为它要顺着我们的肠道的方向去做。好，来做，走，抬腿做就可以了非常轻松。我们每天做3到5分钟，那么基本上来讲的话，效果会立马的显现就这样去做。做完以后，小腹会发热一定要注意这个手势，手势一定要是螺旋性的一个推法，按压的力度中等就可以了，不用太用劲很舒服的这种感觉。这个方法非常的简单，在哪里都可以做，特别适用于中老年人以及一些肠胃比较弱的人。它既能起到锻炼身体的效果，因为在运动的过程当中，我们的心脏、泵血或者血液循环都能得到改善。同时呢，它主要的功效还是针对于咱们便秘这个排出宿便这样的一个效果。那如果说你做完以后，一般正常情况下的话是30分钟到1个小时左右就会见效了。很多人，有的人做完他比较敏感，做完以后他就立马就会放屁，立马就有效果，这也是有的。也有一些人呢，他就是说做完以后可能要2天到3天到甚至4天才有效果，这也是有的。那根据不同人的体质，每个人的效果不一样，所以大家一定要坚持去做，因为它的这个动作的所有原理都符合了咱们人体的一个力学，以及根据我们人体的解剖学去设定的一个动作。所以这个动作只要去坚持，那么它的效果一定是挺好的很可观的一个效果，而且这个方法也是得到验证的方法。那么这个方法分享给大家，希望可以帮助到你们。那我是 David， 大家关注我的视频，我的视频里面有很多内容可以帮助到你们。好的，谢谢大家。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穴位，这个穴位是非常好找，非常好记，同时对于咱们生活当中帮助非常之大。那这个穴位的名字就叫做商阳穴位于咱们食指的顶端。首先我们刺激它以后它可以去促进咱们肠胃的蠕动帮助我们排便。也就是说，当你有便秘或者大便困难的时候，咱们就可以去刺激它。第二个呢，当我们有这个咽喉肿痛包括我们扁桃体发炎、有咽炎的时候咱们去刺激它的时候，也可以去帮助我们缓解我们喉咙上面的一些问题。最后一个就是说，这个穴位它可以很好的去增强咱们的一个肺气，所以说这个穴位它是无时无刻的用于生活。所以说我们把这个穴位记下来，来看一下这个穴位怎么找、怎么做。那首先这个穴位我给大家画好了大家可以看一下。那这个穴位其实非常的好找就在我们的指甲下方偏向我们拇指这一侧咱们呢去做的时候怎么去做咱们要拿我们的这个指甲去给它这里进行一个掐揉掐揉记住了，是我们要这个，大家可以看一下，是我们要掐进去可以看一下掐进去，然后保持一会儿
啊，微微的可以揉动，力量一定要渗透进去，再松啊，再掐进去啊，保持一会儿，微微的揉动，再松。那我们自己做的话是怎么做呢？自己做的话就是用大拇指啊，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大拇指啊掐进去啊，这个力度啊一定要感觉到有一些微微的酸，微微的疼啊，力度一定要渗透进去。你看啊。是用这个咱们大拇指的这个前端，看到没有？这个前端啊，这个前端，你看，点进去啊，看一下，点进去以后，你看我大拇指开始用力了，然后你看这个微微的动作啊，微微的摇晃摇晃啊，点进去摇晃摇晃松啊，点进去摇晃摇晃松，看大家可以看我这根筋啊，我筋跳出来的时候，证明我在发力，看点进去摇晃摇晃松，看到没有？点进去摇晃摇晃松，就是这样，非常的简单。当我们如果出现了一些，比如说排便困难的时候啊，咱们就把这个穴位啊给它掐一掐，揉一揉。我们之前还做过一期视频是什么呢？当我们排便困难的时候啊，咱们可以去把手啊卡在咱们的这个手腕上啊，进行一个看搓揉啊，搓揉也可以去卡住它，摇晃手腕啊。这两个方法都是可以结合起来一起用，都是可以快速的帮助我们缓解便秘啊。一般正常做完以后啊，体质敏感的人可能2分钟到3分钟啊就开始有感觉了，体质不敏感的人可能做的时间要长一点啊。如果说左手做完没有效果的话，咱们再把右手啊再做一做。咽喉肿痛的人啊，咱们把这个位置啊每天去掐一下，就2到300下左右，就是这样去按压，压住揉一揉。压住揉一揉，最后啊，大家一定要注意，咱们手部的皮肤啊是非常脆弱的，如果连续去做的话，对皮肤的刺激非常大，可能会出茧，可能也会起泡，所以说我不建议大家连续做，一般正常我们做一次啊，休息个2天啊，再继续做。那我是大伟，大家关注我的视频啊，把这个视频的内容啊分享给身边的朋友或者有需要的人，点赞、评论、关注，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现在肠胃不好的人群非常的多，肠胃可以说是我们健康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环，但是啊特别难伺候。你比方说吸收过好了啊，你怕它过胖；吸收不好了，你又是说它太瘦了啊。这个肠胃呢，这个蠕动慢了啊，出现这种便秘啊，对于健康有影响。这个肠胃啊，它这个里面受到一些刺激了以后啊，造成了拉肚子，对健康还有影响。总之啊是非常难伺候。那么今天啊，大伟教大家一个镇店手法啊。什么叫镇店手法呢？就是这个方法技术啊非常好，应用广泛，而且呢，对于肠胃上的问题啊，可以说是手到就解决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就要介绍一个穴位，这个穴位叫什么？叫神阙穴啊。那这个穴位啊，它是非常独到的，为什么呢？它和咱们的这个肠子啊，它可以说就是一个通道。神阙穴呢，就是咱们的肚脐，对吧？往里面走啊，就是咱们的肠胃。所以今天这个手法利用一些小窍门，就可以很好的刺激咱们肠胃。看一下怎么去做。首先呢，我们找到肚脐啊，在这里呢，我拿这个纽扣啊代替我的肚脐，然后呢，我们的这个手指啊，就要像我一样啊，这样啊，这样。围绕着我们的肚脐，大家注意看，这个纽扣就是我的肚脐啊，我围绕着它啊，摆出这样的一个姿势。摆好了以后，怎么去做呢？啊，我需要把我的手按进去，往下去按压，往下去按压，大家看一下啊，把手按压进去。那么因为是演示啊，所以我是站着的。我们做的时候啊，尽量是靠着啊，让肚子变软去做啊，靠着，让肚子摸起来软软的就可以了。好。我们把手按进去，按进去以后啊，按了紧了啊，你比如说我里面紧了，动不了了，我要做什么呢？我要做一些拉扯啊，比如说2只手同时按进去以后，往左开始进行极限的拉扯啊，按进去往左拉，好，左边拉完以后，你看，然后我再往右拉啊，固定大概在2到3秒钟，右边拉完以后，看再往上啊，往上拉啊，拉完以后呢，再往下拉啊，就是左右上。下啊，这样去动啊，看左啊，拉到极限，好，再来右，好，到极限停顿一会儿啊，然后再来上啊，停顿一会儿，再下，再停顿一会儿，再这样去拉。为什么这样做呢？啊，大家可以看啊，这个我们刚刚讲啊，这个神阙穴呢，就是我们肚脐啊和我们的这个肠子啊，它是一个最直接、最近的一个通道了。那我们在给这个左右拉的时候啊，其实呢，它是最有效、最直接的，就刺激到我们的肠胃啊。
这种刺激呢，恰恰好它就能给我们的肠胃进行一些调理啊。所以说，如果你经常感觉这个消化吸收上面有问题，肠子上面还感觉有些胀气或者难受或者有一些便秘，你不妨就做做这个方法做完以后呢，它可能这个立马就会有放屁或者是通气这种感觉，甚至马上就想去上厕所了。那么这个方法呢，咱们记住顺序，左右上下算1次，每天做9次建议是在饭后15到20分钟以后做那么这样呢，就可以帮助我们保护一个好的肠胃。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我是大伟，感谢大家对我视频的观看。那么每天大伟都会分享一条有价值的养生小视频大家点赞、评论、加关注，谢谢大家。大家好，今天和大家讲一下道家养生的一个吼功这个吼功呢，你天天吼一吼你会发现你的身体会非常健康，而且还有一个奇怪的现象，你会发现。就拿我们自己做比喻吧，你生病的时候，你讲话你是那种气虚的状态，你没有办法去讲很重的话，甚至讲一些话都累得要死。你身体好的时候那个声音洪亮的哟，对不对？那这个吼功练的是什么？它不单单是练嗓子它是通过我们嗓子声带带来的震荡去刺激到我们整个内脏系统，整个内脏系统在强调里面是整个内脏系统，同时在吐气的时候。利用一些音律达到什么呢？从我们最下层的一个盆底肌盆底肌也就是相当于我们人体的这个地板下层收缩，然后把你的这个气往上顶，从下面小腹一直往上顶到胃然后再上来到肺气管，把它排出来所以你这个吼功它练的绝对不是你的嗓子，你要是练嗓子那是另一种功法。咱们这种养生功能练的是什么？就是去刺激整个内脏再强调一遍，这个功法非常重要。除了就是有点每天要练每天要练，但是呢，它的好处它远远超过了你比如说按摩穴位一些等等的一些功法。这个功法我认为非常好的。它和归息功来讲的话，就是我们上一期讲的这个归息功来讲，它不一样，知道吧？所以呢，但还有一点冲突就是说你要如果练归息功的话，你练这个可能就不太好，那练这个呢，你就可能就不要去练归息功，2选1那这个东西呢更实用、更简单我们讲它怎么去做首先有3个音律第一个呢就是呜，第二个呢是呜，第三个呜3个音律不同的音律要把它上，而且字符呢你不能讲也不能讲哦，知道吧？一定要讲呜。为什么？因为你在讲呜的时候，我们可以把手放在我们的这个肚子上，然后呢。做好这个腰背挺直，头微微往上看，然后开始吐气呜你就会发现这3个声调，在第一个的时候，你的肚子呢是有一个轻微的，比如说这个手是我的肚子微微的缩了一些，然后呢到第2个的时候呢，你的手下变得更紧，你的肚子缩得更厉害，第3个你的气在最后一段的时候，你的整个肚子都往里面去挤压。一定要有这种感觉我们再练一下，大家首先就是做好抬头挺胸这个状态，手呢就是像我这样打开，去放在咱们的肚子上。为什么这样做？其实你做了后面完全不用这样的。这样做呢是帮助你去寻找那种藏着就是那个深层肌肉发力的感觉，气流从下往上顶的感觉。大家跟着我一起做双手放到这个咱们也是一样，双手放到这个肚子上肚子上。大家可以看一下，从侧面看一下肚子上，然后抬头挺胸然后头微微往上昂，然后吐气呜，大家看呜你在做的时候，你的下面的肌肉你会自己感觉它是越来越紧，就像那个螺丝一样，你随着你的声调的变化，它就是越来越紧。那么这种功法呢，我们一般是练10到15下。大家先开始练的时候，要找到这种手下发紧的感觉。你要随着你的声音，手下越来越紧，找到这种感觉以后，恭喜你，你就入门了。然后你去每天的练，练完以后给你带来什么好处呢？整个人一个是阳气提升，第二个是精神焕发，第三个面容气色各方面反正总之太多好处，你就这样去练而且包括对男性来讲的话，这种就是男女性都有好处特别是这种前列腺和女性的一些问题都会带来很大的好处。好处就不多讲了，大家去练。
先去试一试，这个是一个入门的功法啊，记住那个声调，3个声调，呜呜呜，3个声调，连续的把声调往上去做，同时抬头挺胸收腹去做啊，做好，那一定能给你带来很大的改变啊！你自己去尝试一下，10到15下，一般来讲10下以后你就会出汗，了，很累，这个不要看很简单，很累的，好吧？大家这个关注我的视频啊，我是 David， 点赞、评论、关注，谢谢大家。大家好。其实我们身体当中啊，有很多的一些小毛病啊，它们之间啊都有关联。今天给大家讲一个最直接的，比方说有些人啊腰不好，然后呢肚子呢又显得非常的大，往前凸，消化呢也有问题。那么这种人群啊，其实是什么毛病呢？今天给大家讲一块肌肉，这块肌肉呢就叫做腹内斜肌以及腹外斜肌，就相当于咱们看的这些身材比较好的一些人，他的这个人鱼线啊，我们腹内斜肌呢就长在这里，它的主要功能啊是负责咱们的这个腹部啊进行一些旋转啊，比如说我身体这样去旋转，那么我们的腹内外斜肌呢就动了，运动了，维持一定的腹压。当这块肌肉出现问题了，它不工作了，就会造成了咱们的这个腰部开始出现了一定的受力不均匀，导致腰痛，以及我们的肠胃系统出现问题。所以这块肌肉啊，日常经常给它松懈，对我们的身体非常好。松懈完了以后，整个腰部就会非常的轻松。你去扭扭屁股、扭扭胯，你会感觉确实轻松了。好，今天我们来讲一下这个方法怎么去做。那首先呢，咱们要把这个手放在咱们的胯部。咱们就摸一摸腰，你会摸到这个手掌这块呢，有一个非常这个硬的一个骨头那咱们今天针对的就是这个骨头咱们做的时候，比如我做左边的身体，那我就要把身体微微的往左倾斜微微往左倾斜。你看我这么一倾斜，我这边的腹部大家看就变软了，我就可以戳进去了，可以看一下就变软了可以戳进去了。那我要硬呢，戳不进去了变软，让它变软。那手就摸着刚刚这个骨头，比如我刚刚摸着这边，你看变软了以后一摸，很明显的有一块骨头在手下滑，那咱们就把这个手戳到皮肤里面戳到皮肤里面，然后伸进去。咱们你看这个皮肤往下一压，看好这个皮肤往下一压一按，一压一按就进去了。进去以后你看来回的波动，非常的酸，真的是酸哦，又酸又胀咱们做是你看从这儿到这大概一个手掌的距离这条线给它都松开。你看我演示一下，1、2、3、4、5，压进去，波弹5下再来，你看手法压，看压，再看一下点进去，手一翻一按就进去了压抠进去拨，真酸再来拨拨到特别酸的点，你就按压住保持，多拨一会儿。我们从前到后一共做5遍你做完以后，你去看一下感觉，活动一下你的腰，你会发现真的是非常轻松5遍继续拨。而且这个呢，对于你这个消化或者它里面它后面就是咱们的肾所以说对于你的消化一些内脏呢，也能起到很好的帮助刺激的效果。所以这个方法大家经常做，能带来很好改善。就是咱们做一次呢，休息个1到2天，再间隔做一次，不适合天天做好，那么今天的方法呢，咱们就分享到这里。左边做完，你做右边，做完以后扭动一下腰就像我这样扭动一下腰，非常的轻松，感受一下吧。我是大伟，大家关注我的视频，点赞评论，谢谢大家。